步步惊心居然被这么多人婉拒了。什么？刘诗诗根本不是导演的第一选项。当年在筹备《步步惊心》时，就女主马尔泰若曦一角上，导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靠着清冷高贵出名的江一燕，认为这才是天选若曦。但因为江一燕有其他的打算，便婉拒了《步步惊心》剧组。无论开出怎样优越的条件，经纪人怎样劝说，都没有让他改变想法。而因此，剧组将目光放到了原定的绿芜刘诗诗身上。本来刘诗诗定妆照到拍好了，但架不住这馅饼从天而降啊！从女N到女一，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。而她也是为了不辜负剧组的期望，下了大功夫，成功演活了书中的马尔泰若曦。虽然当时的刘诗诗年纪不大，但还是将若曦的前后心理对比演绎得十分传神。甚至杀青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刘诗诗都无法从若曦中走出来。而步步惊心不仅成就了刘诗诗的事业，更让她遇到了此生挚爱吴奇隆。虽然四熙在剧中以笔收尾，但龙师在现实中那是足够甜呐。而吴奇隆能拿到四爷这个角色，也是纯属偶然。因为在他之前，导演曾找到过6位当红男演员，但无一例外都被拒之门外。导演找到的第1位四爷就是聂远，因为原著作者桐华对他十分满意，以及当时聂远在圈内的知名度也不错，所以自然成了第一人选。但聂远因为自己古装剧拍的太多，而推掉了这个香饽饽。之后导演又找了钟汉良，但又被小娃用档期原因婉拒了。接连的2次失败，让剧组方面也是沮丧异常。为此导演找了自己的好友黄磊，但黄老师当时也有其他片子的拍摄。制片人蔡艺农又想到了之前与刘诗诗合作过的胡歌与霍建华，其中霍建华因为当时已经接了倾世皇妃的拍摄邀请，因此无缘步步惊心。而胡歌则是因为轻功戏需要剃头婉拒，他觉得自己的头型驾驭不了这种角色。虽然拒绝了拍摄，却参与了音频的录制，演唱了主题曲。而吴奇隆其实也差一点与四爷失之交臂，甚至也是因为剃头。步步惊心剧本都还没记呢，对面的婉拒就到嘴边了。无奈之下，导演又去找了秦昊，同样喜提拒绝，最终只得又去吴奇隆那里试试。经过多次的软磨硬泡，吴奇隆才决定看看剧本。结果这一看就决定接了，没办法，这饼实在是吸引人啊。《甄嬛传》最难的，居然是差点被送走的导演，笑死了，终于理解四大爷的烦恼了。毕竟娘娘这粤语实在是遭不住啊。但深受娘娘粤语毒害的可不只有四大爷，咱郑导更是最大受害者之一。因为郑晓龙导演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内地人，也实在是听不懂娘娘到底在说啥呀。那看着监视器时是真的折磨，因为别的演员可以通过台词来判断演没演完，但娘娘不行啊。于是郑导只好一边看着台词本，一边盯着现场情况，一边猜着皇后说到哪儿了。一心三用实在是累人呐。但咱娘娘也不是不会普通话，绝大部分的戏份蔡少芬还是会坚持用自己流利的港普来完成，但到了需要释放情绪的戏份，港普就成了限制娘娘发挥的阻碍。为了更好的表现，在这种情况下她也会自动切换成粤语来飙戏。但娘娘是飙爽了，郑导可就猛了，情感是很到位，但这词说的对不对可就不懂了。甚至一场拍下来还得找场记问问蔡少芬说完词了没有。除了皇后凉凉的台词，更让郑导觉得难顶的就是轩轩是衣服了。作为大女主，甄嬛一共用67套衣服，孙俪当初试的时候一直从上午的10点干到了半夜，别说导演晕到要吃速效救心丸了，就连孙俪都差点累吐。但郑晓龙导演万万没想到，这只是他9981难的开始，后期演员们全副武装带上旗头踩上花盆底，那才叫折磨。毕竟这些对于女演员而言算得上是酷刑，许多人脚上都被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但又不得不继续坚持。而旗头也是很难安稳的待在各位小主的脑袋上，为此只能用夹子死死的扯住头皮，因此也给了小主们一些脱发的烦恼啊。纯元故衣那场戏在最初的设计中，其实四大爷要冲上去拥抱轩轩的，但在试戏时因为胖菊过于激动，一下子就给人旗头都干飞了。好家伙，这一下子估计轩轩的头皮都要炸了吧。
而另一个大冤种就得是温太医了。像是第1集和最后1集里那种大场面能那么整齐，完全是温实初在负重前行啊。为了让那一群群眼磕头磕的整齐划一，温太医可是搁前面的教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行礼姿势，据说连头都磕了几百个。只能说温实初你是真忙啊，一边负责京城礼仪，一边照顾小主们的身体，还得抽空叫轩轩惊鸿舞。紫禁城劳模非你其谁？《甄嬛传》原著到底有多炸裂？温实初竟成紫禁城第1颠公，轩轩居然差点嗝屁。我的天哪，原来你竟是这样的温太医，平时看着不声不响的，一出手就是震惊四座呀。原著中温实初颠公属性出现是在与眉庄温情的那一夜，剧版是四大爷因为梅姐姐的冷淡而心生不满，连太后赏的酒都没喝就拂袖离去。但在原著当中，这胖菊不仅喝了酒，还因为喝醉睡在了碎玉轩的西暖阁，而眉庄并没有因为四大爷的停诉而畏手畏脚，相反与剧中一样，因为身体不爽喊来温实初诊治，俩人天雷勾地火，一触即发。要知道这时候的四大爷可是还搁隔壁呼呼睡觉呢，这来人是丝毫不担心吓到胖菊。而且在原著中，温实初在被诬陷与甄嬛有私情后自宫，居然是当着众人进行的，这可是给了这些平时生活平静的小主们一些小小的震撼，那真的是血溅当场，甚至安陵容的脸上都被溅到了不少血迹。而眉庄还亲眼目睹了全部过程，被吓到当场动了胎气。好家伙，滴血验亲是真的刺激啊！而在原著中，眉庄与温实初生的可不是女儿，俩人的爱情结晶是一个小皇子，和静和一样被轩轩收养，最终被推上了皇位，成功继承四大爷最宝贵的东西。并且别看剧版的熹妃回宫后就跟开了挂一样，但在原著中她的宫斗之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，这可多亏了剧版被删掉的胡运荣。小胡出身高贵，算得上是皇上的表妹，而且胡家为了让她登上后位，还在胡运荣出生时给她附了一层吉祥物 buff， 靠着这些成功进入后宫。而入了宫的胡运荣也是十分嚣张，虽然上有皇后压制，下有安陵容分宠，但还是成了实打实的宠妃，甚至还和轩轩短暂的成为了盟友。二人联手让皇上开始怀疑纯元死因，让宜修当年所做之事暴露，更是给安小鸟下药弄哑 MP3。 当共同敌人消失后，小胡就开始斗甄嬛，为了帮助自己登上后位，他不惜学习宜修，想找个没娘的也还抚养，看了一圈盯上了眉庄与温实初的娃，但轩轩哪里肯，所以小胡双管齐下，又是报告甄嬛与玄清私情，又是买热搜说轩轩不祥，关键时刻还得是胧月出手，翻出了他吉祥物造假之事。轩轩又利用柳絮，让他不得不被迫下线。